Hello，大家好，我是一线啊。不知不觉已经写到第3期了。我说回正题啊，上回主要讲的是我新兵连精神层面遭受的折磨。尽管只是冰山一角啊，但已经看到一些评论跟弹幕说部队消磨人的自由意志之类的。其实，在部队谈自由意志本身就是有些不太合适的。因为服从是军人的天职嘛，而且在某个特定的环境下，是需要做出一些让步的。而且我认为大部分的人应该都会认可这个职业天生的带着一些牺牲的特质，牺牲自己啊，牺牲家庭啊，所以说大家也才会觉得军人这个职业很神圣啊。当然我没有觉得自己很神圣啊，毕竟我只是摸爬了2年嘛，但是这短短的2年可能已经改变了我的一生啊。我以前自认为自己的适应能力不错，但结果只是我以为，像用手掏大粪这种完全是我想象之外的事情。很多人几天就可以适应新环境，但我适应部队花了不止1个月，甚至不止1个新编连，只能一点点接受曾经的日常在远离我的事实。我当时9月份入伍，没过几天就是国庆，那个时候我们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还没有凸显，而且新编连嘛，没有战备，没有纠察，让我平添了很多不合理的遐想，甚至让我产生了部队很有意思的错觉。因为我们在休息的时候还可以去上电脑房。虽然只能上内网，但我也是第一次认识到，居然还有军网乐视这种东西，而且里面还有《死亡笔记》、《进击的巨人》、《心理测量者》这种禁播动画，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毕竟是10年前的事情了。而且这次国庆过后，我的日子开始着实的难过起来了。我入伍的时候甚至带了半个行李箱的轻小说，不过到站就被没收了，封进了库房。读《挪威的森林》，班长发现作者是日本人，也给我没收了。而且往后只要一犯错误，班长就会没收我的一些东西，主要是书。新兵连没有娱乐手段嘛，打电话的机会也很稀缺，看书就已经算得上是享受了。到了11月中旬，我的日记本跟我的相机也没能留住，到了第2年元旦才重新回到手上。所以说有1个多月的新兵连，我是没能留下任何记录的。不过也没什么好记的，因为那之后每天都是3点一式的重复。直到我被调入特战，又接触了很多新东西，才有了重新提笔的动力。新兵连就这样剥夺了我很多东西嘛，主要就是一些个物件，基本上也都是我的班长刘班干的。其实我也是后来才明白，他其实是希望通过这一次次的剥夺，来摆正我当兵的心态的。所以说他其实在我身上花了很心思的，只是都徒劳了，因为我领悟的太慢。之前也说过，我跟他是有些不对付的，虽然也是因为我欠管教吧。我俩的矛盾绵延了很久，直到一次严重的冲突过后，我们反而成了很好的朋友跟战友。他是我军旅生涯的第1位班长，让我感受到部队的人情味儿，也让我对部队感到厌烦，同时也让我落泪。我在部队的每一次落泪都印象深刻，他是其中的一次，所以说那段时间对他的感情就很复杂。柳班他是个山东爷们儿，个子不太高，脑袋是上圆下方，所以说部队的圆寸发型就非常适合他。眉毛也是剑眉，而且很粗，下面的眼睛不大，但是非常的有神，时常的眯着，但是凶起来会瞪得溜圆。哪怕眼睛里看不到太多知识的底蕴吧，但一眼也是能看出来是经历过风霜的。长得很正派，却总是对着我们演反派。鼻子很大，而且还有一身的腱子肉，不是健身房那种饱满的肌肥大，就是那种精瘦拉丝的肌肉线条，就是那种被男性荷尔蒙包裹着的力量感。有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锐利的气质，所以我开始对他的印象自然就是挺好的，不光是因为外貌，刚下运兵车他就从一堆人里选择了我，说这个小伙子不错，我要了。我当时就真的很开心啊，因为感觉被认可了。结果却是我们的双向辜负，就是我的自以为是碰上了他的大男子主义，我的不自量力碰上了他的绝对实力。就像新兵连一开始他对我们不了解嘛。就是当时还努力的记背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年龄跟家乡。我们几个人来自五湖四海嘛，湖北、甘肃、江苏、山西。他又不擅长背记，就我们几个人他还背错，背错了还不承认，经常说什么从今天起你就是来自湖北的什么之类的。但是他做事却很认真，就是手把手的教我们怎么叠被子，怎么整理自己一亩三分地儿。而且我开始还奇怪，为什么我们努力的压被子，被子就是不成形，他只是用胳膊肘捋2下被子，被子就变得有棱有角的。其实就是实力的差距，就是我2只手都掰不赢他1只手，而且直到跟他分别的那一天，我还是掰不赢他。所以说我一开始是对他很崇拜的，还总黏着他让他讲故事，
他开始对我也很好，我舍不得盖被子睡觉，因为叠被子很困难，再加上我们午休的时候经常就缩在墙角就睡着了，他还把他的被子悄悄的给我盖上，暖的不行。只是蜜月期实在是太短暂了，后面经常就因为一些小事情责罚我们。比如他就会因为我们集合慢了而惩罚我们，哪怕我们比其他的班还要快。惩罚的内容就是换衣服。我之前从来不会觉得换衣服也会如此的痛苦。就是我们有2套衣服，迷彩服跟常服嘛，经常一个口令集合，下令迷彩服换常服。因为常服穿起来很麻烦，要系扣子，要打领带，还要扎腰带，就好不容易换完了再下令，好，常服换迷彩服，就这样来回换。有一次我们换了10几趟，换完还要立正打报告，最后1名还有额外的体罚。就是1次2次可以，次数多了真的会感到很腻歪的。就是新民联那会儿怕累倒是其次，怕腻歪却是真的。我那会儿又确实磨叽，所以说经常招致他的针对，有些时候就真的被针对的很惨。但他的策略就是打个巴掌再给个甜枣嘛，但我是记仇的，所以说对我没什么效果，而且我还会自己压抑自己。有点要命的是我觉得他应该是知道了我的取向的，就是很多时候他会用这个跟我开玩笑。他说我之前带过一个跟你一样的兵，会对班里的战友感兴趣。我说我可没有对班里的战友感兴趣。他就说那李金春呢？李金春是我们新民联仪仗班的班长，就是很帅很帅的那一类。我说你想什么呢？他还说我狡辩。类似的对话还有很多，就是不过都是以开玩笑的口吻。我不知道他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因为他完全就是一个直男，应该没有给袋这种东西。我现在想他怕不是偷看了我的日记，因为我的日记除了记录日常之外，那就是对白月光无休止的发春。我恨不得每天写白月光的名字180遍，而白月光的名字一看就是个男的。就是我自认为自己隐藏的很好，就是哪怕部队早上那么多鲜活的肉体，我都不会有任何反应，我会多看2眼，除非遇到非常可观的。其他战友也完全不会跟我有这类的话题，并且后来我跟战友出柜时，他们都非常惊讶。我为此还沾沾自喜，因为觉得把他们都骗到了。我是不主张为了达成做自己而不计后果的出柜的，一切要以保护好自己为出发点。就像我也是在快退伍的时候才跟一些战友出柜的，而且还不是全部。不过好在他从来没有在这方面找过我的麻烦，只是听着在开玩笑。唯一比较搞的是他总是叫我过去给他按摩。战友间互相按摩其实是常事儿，就是每次体训完我们都会有互相按摩放松的环节。但他不是，他总是在晚上我们睡觉之前把我叫到他的床上去给他按摩。但当时也是班长特权嘛，没有办法。不过我想当时他的主要目的应该是多跟我聊聊天，然后教育我，促进一下感情，也可能有一丝的挑逗的意味在吧。毕竟真的有很多直男喜欢在男童的附近卖弄，好像吸引到男童就证明自己的魅力更盛一样。但我不得不承认，刘班确实有他的肉体的魅力在的，就以至于每次聊什么我都忘了，只记得我当时答应的挺好，但是都没有做好。所以说他对我的折磨很多都是照旧的。不得不说他的身材确实是很好的，有时候我甚至还会很期待他能把我叫过去。没办法，我到现在都是一个摆脱不了低级趣味的人，喜欢看一些色色的肉体。但我现在每次都可以把持住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部队时代经受的太多了。唯一不好的就是他在后面不带我的时候，会遇到我的其他班长，还会开玩笑说不要对我们家信伟太好，小心他会爱上你之类的，感觉就很没有边界感。所以说我确认他是肯定知道点什么的，而且他还一语成谶。我最后一问班长，就是因为对我太好了，导致我对他产生了情愫。又说远了，把新民联忧郁的主基调都给冲散了。就是这种开心搞笑的事情，自然是有的，但不足以抵消那些腻歪的日常给我的打击。就是我压被子是我摸媳妇的，我打扫卫生是我巴掌大的地儿要打扫半年。给我定时定标准的话，我又会手忙脚乱。总之就是很少有正向的反馈给到我。所以说我自己也会越来越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久而久之自然就郁闷了，然后就开始消极呢又会导致你更做不好事情，就是恶性循环。我们班的气氛也一直都是压抑居多，就是感觉就差他一次爆发了。
他最后也爆发了，然后爆发完他就不再是我的班长了。这个是我们下联之后的事情了。就之前忘了说，就是我们新兵连其实是刚进班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我们下联会分到哪里去了，只是当时不会告诉我们。所以说我们下联之后的班长领导全都不会变，只是变了单位番号。所以说新兵连最后1个月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很绝望的，但是也没有办法，因为身边的人都还是相同的人，只是我们从北京密云搬到了海淀去。当时也是年跟前儿，有一次他出去开会，我们就在班里自由活动。当时因为真的是快要过年了，心里那根弦就没有绷住，我就靠着窗户发呆，发着发着就哼起了歌，确实是有些松散，这个时候他就进来了，悄无声息的，因为我是背对着门，突然感觉到班里安静下来了，就慢慢转过身，刚转过身的时候，一个笔记本就砸到了我的脸上，就是我看到排长还站在他身后，一脸诧异的看着他，因为当时排长也住在我们班了，就是跟着他一起开会回来的。但是刘班一直不服我们排长，就是他觉得排长也是个新兵蛋子，所以说做什么全都当着我们排长的面。但我是被砸得有点懵啊，虽然这种事情没少遇到过，但还是会觉得有些委屈的嘛，毕竟是有东西砸到了你的脸上。就是而且还想说个事儿，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过相似的经历，就是有段时间那段时间我真的就有些跟神经病似的，就是不管是难过、愤怒，或者说其他一些什么情绪，都只会用冷笑去反馈。就是我觉得我当时是有点想哭的，但是我还是这样笑了一下，就冷笑了一下，他就露出一种不可思议的表情，就问我好笑吗？然后就冷冰冰的说全体换常服到学习室集合。就是我们集合完了之后，就让我们在学习室蹲着，也不开灯，每个人挨个数落。大概也是因为他开完会回来心情不好，排长也习惯了，就回到他的铺位去玩手机了。怎么说？数落到我的时候，他也没说啥，就问我有什么好笑的？是不是因为看不起我？我说不是，毕竟我也不理解我为什么会笑。然后他没等我说完，啪一个巴掌就直接扇过来了，直接把我扇的坐到了地上。就是因为我被扇的真的扇的眼前一黑，缓了好一下才能起来继续蹲着，然后就觉得嘴唇上面热热的，应该就是流鼻血了。但是我感觉不到血在流啊，只是觉得脸上火辣辣的嘛。也没开灯，当时也没人敢说话，班里非常的安静，就是我甚至就可以听到那个血滴在我衣服上的声音。我不说话也不去擦，班长也不说话了。但是我们排长看到这个动静就直接摔门而出啊，就是不一会儿就叫我班长去对部，就是他是去告状了，因为我们那会儿是严禁打兵的。然后班长出去之后，他就让我们解散，其他人走了，我还在那边蹲着，就是我也不想说话。排长就拉着我起来去卫生间去清洗。我那个时候常服上面已经全都是血了，就衬衫都被血浸透了。排长就在那边一边安慰我，一边拿纸给我擦。他说他能理解我，那因为排长他是跟我同龄的，就是他不说理解我还好，就是一说我就开始忍不住的掉眼泪了，就止不住的那种。就是我不喜欢别人看到我哭，就我跟排长说我自己来，我想自己一个人先待一会儿，他就走了，还帮我把卫生间的门给关上了。就是我在那边看着我一身的血，再加上还有已经开始泛肿的脸，我就先去把卫生间的灯给关上了，因为不想看自己这么狼狈。当时真的就是很想嚎啕的哭出来一下，但是最终还是选择了憋着不出声。因为自己还是想要点脸，但是抽泣的还是很严重，就是抽到喘不过气儿的那种。自己在卫生间里平复了很久才出来。结果就是刘班当天晚上就因为这个事情被革职了，然后还要被关小黑屋1周。我是因为脸肿了，第2天没让我去训练，什么都没让我干，就是排长在那边陪着我，然后跟我说已经给你换了班级。我只是听着，就是可脑子里想的全都是跟刘班发生过的一些开心好玩的事情。然后当天晚上我就跟排长提出来想去看看刘班，排长有些惊讶，但还是去征得了领导的同意，就让我过去了。其实我也不知道我见到刘班要去说什么，也不是为了去看他
狼狈受罚的样子，只是觉得要去一下，不然怎么说，就是觉得自己要去一下。北京的冬天还是很冷的，尤其是那个小黑屋，是因为它是我们营房顶楼空置的房间，没有通暖气，所以说就很阴森阴冷。刘班在里面只有一个被子跟一床褥子，就是他躺在被窝里面，甚至连枕头都没有。看到我过来了，他就起身靠在床板上，问我，心疼他不？然后我看着他没有说话，他又停顿了一下，对着我说：“好好当兵。”就说这4个字，我记得印象非常深刻。然后突然就好像理解他全部的那些所作所为了一样。我说，然后我们就还是四目相对，没有对话。接着我好像叹了一口气，然后坐到他的床边，然后跟他说：“你把脚给我。”他就把脚伸过来，我给揣在怀里，已经能感觉到他的脚已经被冻得冰凉冰凉的了。我问他，为什么很多时候都不能好好的沟通聊天说话？他也没有回答。怎么说？然后我就说，我没有看不起你，我只是很多时候不知道跟你应该怎么相处。他就跟我说，他没想过我是咱们班第一个过来看他的。他说他自己脾气比较着急，犯过很多错误。他没有直接跟我说对不起，但是我感觉他是已经有点认错的那种感觉了。所以说听到这个话，我就有一些绷不住了，又开始不停的掉眼泪。然后他就开始帮我擦眼泪，然后又摸摸我的脸颊，问我疼不疼，因为当时还在有点肿。我说疼，然后还是不停的掉眼泪。那个晚上我们就聊了很久，把新民联所有的事情都掰开了揉碎的聊，就解开了很多的心结。因为确实是因为很多不起眼的小误会越积越累，导致最后面发展成这种沟通不畅，导致误会加深，甚至这种大小冲突不能发生的这种情况。就是我们反而会因为这次最大的冲突，关系变得更好了。我回去后还向上面求情，然后留班成功减刑到了3天，但是他的班长职务没有恢复，排长给他当了小半个月的代理班长，留班就跟在排尾集合训练，甚至在队列里离我老远，还扮着鬼脸逗我笑。然后排长也干不了几天，留班就又恢复原职了。听阿才说他的脾气好了很多。我在另一个班也过得挺好的，因为跟新班长的相性还不错，主要也是因为开窍了嘛。唯一就是跟关系最好的阿才分开了。不过我俩又在年后的一次巧合中一起阴差阳错的进了武警特战，直接开启了第2次新兵连，为期半年。这个新兵连也是我这辈子过得最累，也是影响我最大的一段时光。这个就是后面的故事了，还有机会慢慢聊。就是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小伙伴。